我被陈星领进七宝琉璃宗，觉醒武魂那天，一柄青莲剑出世，剑气纵横，不仅先天满魂力，更是被宁风治誉为千年难遇的天才，直接敲定与宁荣荣的姻缘。但不成想6年时间过去，我魂力却没有寸进。此时七宝琉璃宗后山，宁荣荣被齿咬着红唇，清风哥哥，我们就这样吧。醉清风看着面前的美丽少女，明明他们近在咫尺，但两人间却仿佛有着一道天堑。宁荣荣抬眸看向醉清风，往日里潇洒不羁的少年，此刻好似有些沉默。他转过身背对醉清风，清风哥哥，你在七宝琉璃宗已经6年了吧？记得你武魂觉醒的时候，先天满级魂力，剑气冲天而起，他们都说你是千年难遇的天才，可6年过去了，你的魂力还是10级。说着，宁荣荣纤手伸出一座琉璃剔透的7层宝塔，在他手心旋转，上面的2个黄色魂环格外显眼。而我已经26级魂力了。七宝琉璃塔是大陆第一辅助武魂，与强大的战魂师配合，才能发挥出最强威力。虽然我很不想说这话，但你的确跟不上我的脚步。宁荣荣扬起俏脸，像是骄傲的天鹅。我是七宝琉璃宗宗主的独女，未来我的另一半必须得是至强者。我沉默半晌，突然洒脱一笑，少年清朗的声音传出老远，那就各自安好，这个还你。我从白衫里掏出一物，宁荣荣转身看着我伸过来的手掌里，静静躺着一个泥土捏做的小塔。她娇躯轻轻一颤，不由得想起以前的种种。清风哥哥，我给你捏一个琉璃塔，你可要好好保护它哦。好，荣荣，我给你捏一柄剑，泥巴很脏，小剑。琉璃塔也捏得简陋，但却蕴藏着少年少女当时的真心实意。宁荣荣盯着泥土小塔良久，轻轻点头。清风哥哥，那这个也还你。宁荣荣两手伸向脖颈，将泥塑小剑吊坠摘下来。我接过小剑，转身离开。看着少年倔强的背影，宁荣荣张了张红唇，最后还是抿起唇角，朝着与我相反的路走去。一座秀丽的山头上，望着背道而驰的少年少女，宁风致遗憾地叹了口气，可惜了。他嘴上虽是这么说，但眼底深处却分明闪过一丝如释重负。宁荣荣是他的女儿，是继承七宝琉璃塔武魂的天之娇女，一个6年时间都没提升1级魂力的庸才，怎么能配得上？虽说在觉醒武魂时，看到醉清风剑气纵横，先天满级魂力，是他大手一挥，敲定下来醉清风与宁荣荣的姻缘，如今又反悔，有些对不起醉清风，但为了女儿的未来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宁风致看向剑斗罗陈星，委屈清风了，我会给他一些补偿。当初是陈星把醉清风从外面领回来的，现在让醉清风受委屈，还是得照顾陈星情绪的。不必，是他醉清风自己不争气，6年原地踏步，甚至连10年魂环都吸收不了，他配不上荣荣。古斗罗古荣摇头叹气，醉清风觉醒青莲剑武魂时，陈星是准备将其当一波传人培养，只可惜古荣眺望少年逐渐消失的背影，确实是你不争气啊。后山一棵歪脖树上，我左手枕在脑后，右手拎着酒壶，透过稀疏的树叶，仰望着天穹上的明月。6年了，我来到斗罗大陆已经6年了。我猛地灌了口酒，任由清冽的酒液顺着嘴角流淌。玄幻世界的酒就是比啤酒有劲儿。我一口接着一口，脑海里不断浮现宁荣荣对自己说的话。他们都说你是千年难遇的天才，可6年过去了，你的魂力还是10级。虽然我很不想说这话，但你的确跟不上我的脚步。我并非贪恋宁荣荣，只是不知道自己怎么了。明明先天满级魂力，吸收天地能量的效率也不差，为什么魂力就是提升不上去？我一口接着一口，我非但没醉，反而眼神越喝越亮。我干脆从树上一跃而下，仰天大笑出门去。我被启示蓬蒿人，我醉清风绝非庸才，明月相伴，手有美酒，舞剑如水月光下。少年身影翩若惊鸿，一柄3尺6寸清风，剑身如秋水澄澈透亮，剑脊上的连纹随月光流转，时而舒展如绽放青莲，时而收拢成含苞之态。这便是我的武魂青莲剑。我喝得恣意，舞得忘我，逐渐进到一个特殊的心境，灌一口酒，舞一次剑，剑锋划出道道残影，仿佛一经青莲摇曳，如霜的剑光铺满方圆100米，盖过了天上的明月。说来奇怪，只是巴掌大的酒壶，里面的酒却怎么喝都喝不尽。仰脖一口，我周身魂力乍现，再来一口，魂力沸腾，继续一口，魂力激增。就这样，我6年未曾寸进的魂力，在我一口接着一口的饮酒后，不断攀涨，11级、12级、13级、20级。我从特殊的心境里退出来，感受着体内涌动的力量，不由得大为惊诧。我的魂力飙涨了10级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身为2嗜9吃2，醉是不可能醉的。这时我才注意到自己左手拿着的酒壶变了模样，从原来的粗劣瓷壶变成了温润如玉的青瓷葫芦。我摇一摇青瓷葫芦，里面咣啷啷竟还有酒液。打开葫芦塞，试着饮一口，顿时醇厚酒液流入喉咙，化作精纯的能量在体内蔓延开来。20级魂力又有了微弱的增长，似乎青莲剑也变得更加锋锐了。哈哈哈！我右手执剑，左手拿酒，放声大笑。我明白了，我的武魂并非只有青莲剑，还有清泉酒壶。我是双生武魂，剑与酒，武魂尚未完全觉醒，自然不得寸进，不能吸收魂环。弄明白自己6年原地踏步的缘由，我唇角挑起，清俊的面庞神采飞扬。我看向山下雕梁画栋的建筑群，笑容微微收敛起来，那是七宝琉璃宗的方向。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。我的笑容重新变得洒脱不羁，就算没有觉醒9只武魂，我也已打定主意离开七宝琉璃宗。我这6年并非虚度光阴，在宗门内做了伙计，也领取任务，积攒了一些财物我留在了房间，算是回报这6年的恩情。至此再无瓜葛，以后各自安好。我明白今天宁荣荣对我说那些话，宁风致、陈星、古荣不可能不知道，他们是默许的。我衣袖一挥，一个泥塑小剑掠了出来，还未掉到地上，一抹清冽剑光划过，泥塑小剑从中一断为2，毫不犹豫的看都没看一眼。我仰头喝一口酒，青瓷葫芦别在腰间，身形几个跳跃，消失在了后山。约莫1炷香后，
几道身影飘闪而来。宁风致、陈星、古荣三人来到后山。陈星感受了一番皱眉，这股剑气确实是清风。宁风致闻到了空气中淡淡的酒味，他叹了口气。清风的房间已经空了，里面有他这6年积攒的钱财。这孩子看似性格不羁，可实际上颇有傲气。荣荣的话让他接受不了，都借酒消愁了。古荣摇了摇头，没有本事支撑的傲气只是笑话罢了。宁风致没有说话，显然是认可了古荣的话。而陈星眉头越皱越深，他不想看到醉清风消沉，毕竟他曾将其视为衣钵传人。在他看来，一名合格的剑客是不能喝酒，酒蒙子如何能拿稳剑？陈星拂袖转身，借酒消愁，难成大器。而这时一道倩影朝这边跑了过来。爹爹，清风哥哥离开宗门了。宁风致点头，清风受到的打击颇大，若是以后还有机会再见，记得补偿清风。宁荣荣表情复杂的点头，不过他觉得自己以后很难和醉清风见面，他要去号称只招收怪物的史莱克学院上学，而醉清风注定碌碌一生。走吧，爸爸。刚欲转身离开，宁荣荣忽地感到脚下好像踩着什么东西，低头抬脚，1分为2的泥塑小剑映入眼帘。蜿蜒的道路上，我骑着名为云蹄马的魂兽，时不时仰头灌一口酒。我风尘仆仆，白衫沾染灰尘，额头两侧垂落下来的长发因为太久没有梳洗而打绺，这副模样看起来颇为狼狈，但别说，却也有了些少年江湖客的味道。我此行的目的是星斗大森林，如今我20级魂力，还一个魂环都没有了。又过了数日后，我终于来到了星斗大森林。踏踏踩踏树叶的声音响起，仅仅只是外围，便就遮天蔽日。虽说是白天，但视线昏暗，目光所视都是肆意生长的植被，空气中交织着草味与腐败味。1人多高的灌木丛里，时不时沙沙作响。幸好魂力停滞的6年里，我学习了许多有关魂兽的知识。我四下扫视着浓密的灌林，刀锋螳螂，前之如刀，速度极快。常言道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我的青莲剑武魂就要极致的速度与攻击。历经半天时间，我躲过数只魂兽的袭击，终于发现了目标。繁茂的丛林间，一棵参天巨树上趴着一只身形修长、墨绿色甲壳泛着金属光泽的巨型螳螂，三角形的脑袋上，一对复眼宛如琥珀，形似2把锋利刀刃的前肢折叠在胸前。我暗中观察这只刀锋螳螂，百年年限的刀锋螳螂，甲壳为绿色，这只螳螂几乎变成了黑色，距离1000年年限怕是都不远了。我目光闪烁，远远超越第一个魂环能够吸收的极限，并且刀锋螳螂实战极强，这只近1000年的刀锋螳螂，估计30级战魂尊都没有战胜的把握。我准备另寻目标了，自己连个魂环技能都没有，与其血拼实在不是明智之举。而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突然一阵嗡鸣声响起，另一只刀锋螳螂落在巨树上。这只刀锋螳螂同为墨绿色，但体型却是第一只刀锋螳螂的2倍大。这是雌性刀锋螳螂。昆虫与动物不同，动物是雄性体型大，但昆虫则相反，雌虫要比雄虫大。我拿起腰间别着的青瓷葫芦，咕噜噜灌了口酒。我决定不走了，我不是变态，而是突然想起了螳螂的一个习性。浓密的灌木丛里，我藏匿其中，在我10几丈外的一棵参天巨树上，2只刀锋螳螂正在苟且。约莫半个时辰后，雄性刀锋螳螂蓦地拔出尾气，展翅朝着天空飞去。但雌性刀锋螳螂早有预料，它猛地转身，刀刃骤然劈出，速度快到撕裂空气，狠狠勾住了雄螳螂的胸腹，绿色血液飙射出来。看到这一幕的我眼睛一亮，我等的就是现在。螳螂在交配结束后，雌螳螂会把雄螳螂吃掉，而雄螳螂一般不会坐以待毙，所以他们必有一战。这么好的机会摆在我面前，即便超越魂环吸收的极限，我也要一试。6年的沉寂让我明白能够变强的可贵，我要把握住机会。心里这般想着，我朝着厮杀在一起的2只刀锋螳螂看过去，剧痛激起了雄螳螂的凶性，它嘶鸣着反身，刀刃快到犹如闪电攻向雌螳螂的脑袋。雌螳螂拔出刀刃放于身前交叉格挡，2道刀刃相撞，竟是爆出金石之音。2只螳螂振翅飞起，在空中激烈的碰撞。凭我的目力，仅只能看到2道墨绿色闪电在疯狂对撞。多亏我没有贸然出手，刀锋螳螂的战斗力实在恐怖，30级战魂尊一个不留神，怕是会被秒杀。我一口接着一口的喝酒，9支武魂可是与青莲剑同等级的满魂力武魂，虽没配加魂环，但却具有逆天的效果。除了增强魂力、治疗伤势外，我喝的越多，我的青莲剑就越锋锐。剑与酒武魂有相辅相成的效果，酒液入喉，我手里青莲剑上的莲纹在徐徐绽放，一股惊人的锋锐之气喷吐出来，金石交鸣之声不绝于耳，残枝碎翼不断簌簌落下。几时息后，雄螳螂从空中坠落，雌螳螂也紧随其后栽落下来。他赢了，但却受了很重的伤，一只复眼被削掉，前肢刀刃断了大半截，细长脖颈更是有一个大活口，从里面流淌绿色的粘稠血液。他来到雄螳螂尸体边，大口大口啃食自己的战利品。随着雄螳螂下肚，他墨绿色的甲壳逐渐变得深邃乌黑。雌性刀锋螳螂在向千年魂兽领域迈进，而就在他吃得忘我之时，一道剑光骤然闪过，昏暗的森林里，刺眼寒光乍现。雌性刀锋螳螂啃食的动作僵硬下来，下一秒，绿色血液喷溅，雌性刀锋螳螂从脖颈处一断为2，一枚淡紫色的魂环从他尸体上升腾起来。紫色魂环，1000年年限。我力竭坐在地上，我看似只出了一剑，实际上那一剑聚集了我所有魂力。如果不能杀死雌性刀锋螳螂，我就得跑了。恢复了些许体力后，我摇摇晃晃走向紫色魂环，那染着污渍的俊秀面庞闪过一丝犹豫之色。雌螳螂吃了雄螳螂后，竟然进化到了1000年年限，超过第一魂环能够吸收的上限太多了，可不吸收的话，实在太可惜了。我还得找多久才能找到合适的魂环？而且魂环年限越久，魂技的威力就越大。我猛灌一口酒，感受着体内魂力的逐渐恢复，我眼底的犹豫变成了坚定与傲气。这样的机会摆在面前，若是放弃，我也不叫醉清风了。有9支武魂疗伤，我一定能成功。当即我盘膝坐下，一口酒下肚，枯竭的魂力变得充盈，将状态调整到最佳。
我眸光灿灿，开始吸收魂环。紫色魂环的奇异能量带着急速锋锐的刀锋螳螂特性，蛮横地冲进体内。我闷哼一声，嘴角淌下一丝猩红，额头青筋暴突，每一寸皮肤都像被利剑穿刺。千年魂环能量在我体内横冲直撞，血管暴起如子龙游走，渗出一滴滴血珠。一般来说，身体强度极佳的天才吸收的第一魂环能有400-500年，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。而反观我，第一魂环就吸收1000年年限，实在是骇人听闻。我死咬紧牙关，已经被血珠浸透的白衫粘在我后背上，我食指深深抠进土地里，黑眸迸发出令人动容的坚韧。我最清风绝非庸人，做常人不能做，忍他人不能忍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，给我吸收。青瓷葫芦飘到我面前，一把将其握在手里，扬起脖颈，酒液混着嘴里的血咽进肚子里，千疮百孔的身体在被疗愈。我发了狠，加大效率吸收魂环。紫色魂环颤动起来，滚滚能量仿佛开闸洪水，朝着我体内涌去。恢复的身体又被撕裂，但马上再灌一口酒。就这样，我受伤疗愈，再受伤再疗愈，这个过程不亚于一场酷刑，但我的身体强度却在逐渐提升，而那枚漂浮在我身前的紫色魂环也在不知不觉中变淡了。一炷香后，我仰躺在地上，脸色苍白，神色疲倦，但嘴角却扬起一丝笑容。我成功了，闭上眼睛，笑容变得越加恣意，哈哈哈！我成功了。吸收千年魂环的过程太凶险了，多亏我的9只武魂，让我能达成所愿。换做其他人，定是一个爆体而亡的下场。又过了半个时辰，我才恢复精神。我唤出青莲剑，3尺6寸清风悬于面前，剑脊上烙印的莲纹透出妖异的青碧色光晕，剑刃流转的寒光，仅只是看上一眼就会感到双目刺痛。这才是剑，极致的锋锐，是杀人之兵。我福至心灵，明白这枚紫色魂环给我提供的技能名为清风一段，一道追求速度与锋芒的剑招。千年魂环的威力应该不会让我失望。我握住剑柄，眸光陡然变得犀利，清风一段，剑光乍现的刹那，整片山林都被染成青碧色。我一剑横扫出去，划出一道凌厉弧光，空气被撕裂，发出尖锐的笑声，瞬间已至巨树前，快得连残影都来不及消散。剑刃触及树干，没有半分滞涩，剑光未停，继续向前，直至完全贯穿巨树。巨树静立3息，随后缓缓倾倒，断口平滑如镜，竟无一丝木茬。我收剑而立，剑锋不染尘埃。我对这一剑十分满意，不枉我承受巨大痛苦。简单试过几招后，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一身破烂白衫，血渍斑驳。在寻找第2魂环前，我得先简单清洗一下。倒不是说都来星斗森林了，我还非得干净，主要是这一身血腥味还没靠近魂兽就会被发现。10数分钟后，我在外围森林找到了一条溪流，1米多的水深，清澈见底。我上游下游都仔细排查了，确定没有危险。星斗森林外围这么大，应该不会碰到人。洗澡，脱下全身的衣服，我扑通一声跳进水里，畅快地洗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数百米外的林间，鲜血溅在树叶上，一头2米多长的狼兽倒在地上，淡白色魂环漂浮起来。朱竹清表情冷淡，看都没看一眼，一双漆黑美眸没有丝毫情绪波动。历练结束，该去史莱克学院了。他本是想离开星斗森林的，但看到自己白皙胳膊上的几滴血，脚步一转，去到了附近的溪水边。朱竹清蹲在溪边的一块石头上，认真清洗胳膊。等到洗干净后，他站起身，下意识朝着溪水上流看去，然后他就看到一个白花花的身子仰面躺在溪水里，顺着水流漂流下来。朱竹清的武魂是幽冥灵猫，视力极好，什么都看到了。他性子再如何冷淡，也不过是豆蔻年华的少女。这一幕对他的心灵冲击太大，一张清冷小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得通红。朱竹清羞愤难耐，咬牙喝道：“流氓！我舒服极了，刚经历一场折磨，在清凉的溪水里徜徉，简直是仅次于喝酒的顶级享受。”我闭着双眼，任由自己顺着溪水漂流。我舒服地放松了警惕，连溪水边站着人都不知道。直到一声怒喝：“流氓！”我猛地睁眼，立马把身体浸到水里，只露出个脑袋四处张望。流氓在哪呢？四周看了看都没有看到人，我只看到说流氓的漂亮少女一脸羞怒地站在水边看着自己。我反应过来了，流氓是在说我。朱竹清盯着溪水中的少年，紧咬背齿：“你怎么不穿衣服？”我皱了皱眉：“你脑子有病啊！我在洗澡，怎么穿衣服？”朱竹清俏脸更红了，分不清是气的还是羞的。光天化日下你洗澡，不顾有没有其他人吗？我站起来，露出水珠淋漓的上身。朱竹清连忙撇过头去，看着修长脖颈都染上粉红的少女，我伸手拍击水面，打出一个漂亮的水花。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，星斗大森林是你家的。洗澡之前我特意看了上下游没人，我千防万防都没防住你这个女流氓。听到这话，朱竹清表情凝滞下来，她成偷窥的女流氓了。朱竹清指着我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自幼在贵族门庭长大的她，从未见过这么无赖的人。清冷的心境彻底破防，她体表魂力沸腾，双眸一只变得忧虑，一只变得澄蓝，瞳孔收缩成枣核状，如瀑的及腰，墨色长发有几缕在头顶盘起，像是一对猫耳，身后还长出一条猫尾似的飘带。我轻咦一声，上下打量变得妖冶的少女，这是猫系武魂。朱竹清尖锐的食指插进一块脑袋大的石头里，朝着溪水里的我砸来。我扬起右手，食指中指并成剑指，锋锐的青色魂力从指尖喷吐出来，一道微弱声响，石头从中一分为二，断口处光滑如镜，扑通2声掉进水里。朱竹清早人似的瞳孔缩得更小了，这人好锋利的魂力，我再待在水里就是活靶子，实在没有安全感。谁知道这个猫魂少女还会扔什么来攻击我？小爷不陪你耍了。我向后一仰，整个人完全潜进水里，水波荡漾，透过扭曲的光影，我好似浪里白条，快速向上游去。流氓不许跑！朱竹清弓背屈膝，活像一只灵巧的猫。他足尖轻点，跳到水边一块块石头上，追逐着水下的我。两人就这样一跑一追，慢慢的，朱竹清惊疑的发现自己的速度竟比不过这个流氓少女，他们的距离被越拉越大。这流氓是什么武魂？我的幽冥灵猫比速度竟然比不过。猛地响起的破水声打断了朱竹清的思绪，隔着
着约莫4、5米，他看到一个白花花的身体冲上岸，捡起地上的包裹，直接钻进了丛林。又看到了，这一次看得更清晰了。朱竹清双脚一个趔趄，差点栽倒，他俏脸红到滴血。流氓，今日不教训你一顿，拦截我心头之气！当即不再犹豫，朱竹清紧跟着冲进了丛林。我一边跑一边解开包裹，拿出唯一一件换洗的白衫，双手一抖，白衫迎风舒展开来，手臂套进衣袖里，凌空一个翻身，飘飞的衣襟恰好拢住腰腹，衣服这就穿好了。我抓着腰带往腰间一系，转身看向追上来的，双眸溢满愤怒的猫魂少女，你还追我干什么？是你把我看光了，我都没生气，你气什么？看着面前这个一袭白衫，水珠顺着发丝低淌的俊秀少年，朱竹清张了张嘴，想要呵斥对方，可冷静下来一想，确实是他把人家看光了。他并不是蛮横不讲理的大小姐，但他咋就那么气呢？我看你实力不错，想要和你较量一下。我转身就走，没兴趣，我一般不打女人。背后蓦地响起了风笑，我脚步向右微微腾挪，一只纤细而尖锐的手掌从我耳边擦过去。我看着浑身魂力沸腾的少女皱眉，你非得和我打一架吗？朱竹清猫眸放光，心中渐烈欣喜，你的速度确实很快。27级大魂师朱竹清正式向你发起挑战。我剑眉一挑，果然是朱竹清。其实在少女露出猫系武魂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已经有所猜测了。这个年龄如此绝美的外貌，魂力气息20级以上，只有幽冥灵猫朱竹清。心念一动，我似是想到了什么，随手摘下一片叶子叼在嘴里。我可以和你打，但我若是赢了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看到朱竹清变得古怪的表情，我无奈的补充，别想那些有的没的，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朱竹清知道是自己想多了，俏脸涌上一抹绯红。我答应你。话音落下，朱竹清双色一同泛起冷冽的光，身影如幽影闪动。与此同时，在他脚下2个橙黄魂环升腾而起，第一个照面，他就使出2个魂技，可见对我的重视。第一魂技幽冥突刺，第二魂技幽冥百爪。朱竹清本就迅猛的速度再次暴涨，纤长身形奔掠过来，带得地上树叶飞舞，爪影如暴雨般倾泻而下，撕裂空气，发出尖锐的笑声。我嘴角微扬，吐出叼在嘴里的树叶，手掌前探，随着我的动作，一柄3尺6寸清风被我握在手里。青莲剑唤出的刹那，这片森林顿时寒光闪动，朱竹清心头凛然，不由得惊叹：好锋锐的剑！而在握剑的瞬间，我慵懒的眸光陡然变得锋锐。第一魂技清风一断，紫色魂环猛地亮起，剑脊之上，青莲烙印徐徐盛开，剑锋划过一道玄妙轨迹，剑光所过之处，爪影尽数湮灭。我的速度快到眼睛都难以捕捉，只是瞬息之间，剑尖就停在朱竹清咽喉前3寸，劲风掀起他额前的碎发，清冽的剑光倒映出他呆滞的俏脸。你输了。我收起青莲剑，那片吐出的树叶正好飘落到地上。怎么可能？朱竹清抬起眸子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紫色魂环，千年年限，为什么你第一个魂环就是紫色的？他知道许多天才，但那些天才都叫他天才。朱竹清也对自己的天赋很自信，可如今在星斗森林里遇到的白衫少年，让他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这要怎么回答？说自己有9支武魂疗伤，一边嗑药一边吸收我随心所欲的湖州，因为紫色很有韵味。这个回答让朱竹清的目光又是一呆。我从背后拿出清泉酒壶，咕嘟嘟灌了一大口。你输了，按照约定，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朱竹清点头，答应你的事，我自然会做到，只要你不提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。我撇嘴，你想得倒挺美。看到朱竹清羞愤的俏脸，我笑了笑，我想让你帮助我获取第2魂环。朱竹清先是愣住，旋即美眸闪过一丝亮色。好，这么爽快，给我整不会了。毕竟猎杀魂兽还是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的。我事先和你说好，我的目标是1000年魂兽，如果你觉得为难，我也理解。朱竹清俏脸平静，迈步就向前走。我已经想好了，走了数步，发现我没有跟上来。朱竹清偏过头，我一个女孩都答应了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我手指相反的方向，你走反了。2人沉默地走了一段路。我叫醉清风，我仰头灌了口酒，这次你帮我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朱竹清从刚才的尴尬中恢复过来，我答应过你帮你做件事，而且你比我厉害得多，我怕我帮不上你太大的忙。我笑了笑，没有再说话。又走了约莫1炷香，参天巨树更加高耸，植被的树叶变成深邃的墨绿色，这代表着我们已经逐渐进入星斗大森林外围的深处，空气中弥散着若隐若现的腥骚味，这是魂兽对于外来入侵者的警告。朱竹清提防地扫视四处，你的目标是什么魂兽？我眉头微拧，其实连我自己都纠结。对于自己的魂环，我早已想好一条完美的路线，不过由于第一个魂环意外变成了1000年，让我野心萌生，推翻了以前的设想。我的目标是剑尾蝎，剑尾蝎是一种栖居在阴暗处的魂兽，它蝎尾如剑，无毒但极其锋利。书上说，剑尾蝎一剑横扫，能瞬杀与自己年限相当的魂兽，战斗力可谓是极端恐怖。我想让青莲剑武魂走极致的进攻路线，剑尾蝎是个最佳的选择。半个时辰后，一座隐藏在浓密丛林后的山谷出现在了我们的视线，2人亦步亦趋地走进山谷，在山谷两边的岩壁上，一道道深壑纵横交错，看起来触目惊心。我伸手摸向沟壑，入手一片平滑，丝毫没有阻塞感，可见这画出沟壑的东西多么锋利。此时从山谷内由远及近的传来飒飒声响，我表情微变，连忙拉着朱竹清躲到一块巨石后面。随后我们就看到一只半米长的蝎子，犹如潮水般从山谷深处涌出来。这些蝎子通体青墨色，高高扬起的尾气好似一柄长剑，甚至能够看到剑尖的一点寒光。它们来到山谷空旷处，挥起如剑的尾气，攻向岩壁。呲，在这些剑尾蝎的尾气下，坚实的岩壁像是薄纸一样脆弱，石屑簌簌掉落。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2人距离太近，几乎是身子贴着身子。朱竹清的声音有些发颤。下一秒，我猛地捂住朱竹清的小嘴。朱竹清美眸瞪圆看着我神色凝重的缓缓摇头。朱竹清明白，只见剑尾蝎们停下了练功，畏惧地朝着两边快速退去，留下一条宽敞的空间。而这时，伴随着腥风滚滚，一道狰狞的兽影缓慢爬了出来。只见他青铜
色的甲壳泛着冷冽光泽，三柄狭长剑刃自尾节延伸而出，随着切身移动，三柄剑刃相互撞击，迸发出细碎的火星。一股极端锋芒之气在山谷内肆意蔓延，其他剑尾蝎纷纷匍匐在地上，剑尾紧贴着地面，表示着臣服。巨石后面，朱竹清瞪大美眸，俏脸满是难以置信。先撤，从长计议，盯着那只长有3个剑尾的蝎王，两人蹑手蹑脚离开山谷。朱竹清看着我，那只魂兽是什么？长着3个尾巴的剑尾蝎。我猛灌一口酒，擦了擦嘴角。人类会出现武魂变异的情况，魂兽自然也可以。这只长着3个尾巴的剑尾蝎，或许可以叫它三尾剑蝎王。稍一沉吟，我感叹，普通的剑尾蝎在同阶魂兽中战斗力都是极强的存在，这只三尾剑蝎王一定更加恐怖。朱竹清小脸还残留着骇然，刚才三尾剑蝎王出现，其他剑尾蝎臣服的场景实在太有视觉冲击力了。可惜出现了一只三尾剑蝎王，醉清风，你想要剑尾蝎当魂环怕是不行了，我们再去找别的。我思虑再三，朱竹清，谢了，你走吧。朱竹清看向我，发现后者咕噜噜喝酒的同时，一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山谷虎口。沉默了半晌，朱竹清清冷的声音里多了一丝惊疑：醉清风，你别告诉我你在打那只三尾剑蝎王的主意。我回身看着朱竹清，唇角挑起一抹弧度，你真是疯了。朱竹清不理解，先不说三尾剑蝎王有多厉害，就是那些剑尾蝎都不是我们2个能应对的。你理智一点，我们一定能找到其他适合你的魂兽。看到我不为所动，朱竹清握紧拳头，语气重了许多。醉清风，为了魂环你连命都不要了吗？我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笑。朱竹清，如果你6年时间魂力不得寸进，那些对你寄予厚望、关心你的、喜爱你的，都接受不了你的平庸，逐渐离你而去，你就知道变强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。我背对着朱竹清，语气轻渺的好似天上的云。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丛林里陷入了长时间的安静，只有风吹林间的飒飒声。朱竹清颤动的眸光里倒映着我的背影，少年背影孤寂，但却挺拔如竹。原来一魂环就是千年年限的天才少女，背后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过往。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朱竹清开始明白一些，为什么我能够做到第一个魂环就是千年，这种不惜一切的变强之心让人震撼。朱竹清甚至觉得自己的心境都更加成名了。他缓缓呼了口气，你有什么计划吗？我回头盯着朱竹清清冷的俏脸，久久不言，把朱竹清都给看不好意思。看什么？我说过了，我朱竹清说话算话，既然答应你帮你获取魂环，就一定会做到。我不是纠结的幸福，立马向朱竹清竖起拇指。我竹清姐这人品有失真上啊！能处，听到能处这2字，朱竹清俏脸滚烫的啐了一口。什么竹清姐，好难听的称呼。我笑着没有说话。朱竹清这么够意思，我心里会念着对方的好，未来世上见就行了。看着天色渐晚，我不再耽误时间，向朱竹清说出了自己的计划。山谷内的剑尾蝎群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社会体系，你可以理解为蚂蚁巢穴，而蚂蚁是分工种的，这些剑尾蝎也一样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，山谷里有4只格外大的千年剑尾蝎，这4只千年剑尾蝎就相当于宫女，是出巢觅食的角色。等到这4只千年剑尾蝎离开山谷觅食，就是我们行动的最好时机。看着娓娓道来的我，朱竹清忽闪着美眸，脑子有点发毛，但不妨碍他对这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少年心生敬佩。这般年纪就如此了解魂兽，真的非常了不起。竹清姐，你有听我说话吗？听着呢，你继续说。我表情凝重，接下来就得看你了。遇到敌人入侵，一个族群的王室不会率先出手。竹清姐，我需要你帮我把山谷里剩下的剑尾蝎引出去。虽然4只千年剑尾蝎出去觅食了，但还是有相当大的危险性，你可以吗？朱竹清俏脸绷紧，缓缓点头。我的武魂擅长速度，应该没问题。1分钟，我只要1分钟，你帮我拖住1分钟就行。朱竹清看着我眸子里涌动的锋芒，1分钟会不会太短？足够了。我一掌向身边的翠竹拍去，啪的一声，翠竹应声而断。然后我并起剑指，削了一个简易的竹筒，从腰间拿起清泉酒壶，将清冽的酒液倒进竹筒内，竹筒递到朱竹清面前。蝎子平地移动速度快，你多往丛林里钻，跑的过程中一定记得喝我给你的酒。朱竹清接过竹筒，重重点头。天色渐晚，残阳将天空染得半片血红。2人藏匿在山谷数十米外的灌木丛里。当看到4只千年剑尾蝎从山谷里爬出，我精神一振，行动。山谷深处，一只剑尾蝎趴在地上酣睡，在一块削得平整的巨石上，三尾剑蝎王独自趴在上面，3只剑尾无意识的摇晃。而就在这时，一块块碎石向着剑尾蝎群砸过去，将它们全部惊醒。来追我！朱竹清拿着竹筒，手心密满了滑腻的汗。再看到一只剑尾蝎高扬剑尾，嘶鸣着朝自己冲来，他掉头就跑。1分钟，我一定可以。醉清风，剩下的看你。看着手下都去追敌人了，三尾剑蝎王懒洋洋的没有动弹。这种弱小的敌人还不值得他出手。然而当他刚想继续休息时，由远及近的响起急促的脚步声，山谷深处的雾霭被惊扰，一道身影骤然冲出，脚下紫色魂环升腾而起，一抹青碧色的剑光迸发，骇人锋芒。清风一断，来人正是我。我不敢耽误时间，冲进山谷后就直接使出了魂技。三尾剑蝎王没想到还有敌人，他感受到这抹剑光的威胁，发出愤怒的嘶鸣。3只剑尾凶悍劈出，闪烁青铜色的寒光，将空气都劈得嗡鸣不止。青莲剑与3只剑尾悍然相撞，刺耳的金铁交鸣声炸响，三尾剑蝎王被震得跌下石台。我同样向后暴退，两脚在地上离出深沟，将青莲剑插入地里，又滑行了数米，才是狼狈的止住身形。好恐怖的力量！我握剑的右手不受控制的颤抖，但我根本不敢停歇。1分钟，只有1分钟。透过被汗水浸湿的发丝，我的双眸引见赤红，我的剑酒武魂相辅相成。今日酒沸剑鸣，清泉酒壶飘到眼前，我一把将其抓在手里，拔去壶塞，仰头灌酒。喉间烈酒滚入的刹那，磅礴的能量从体内爆发开来。青莲剑
剑嗡鸣震颤，青色锋芒暴涨3寸。而在这时，蝎王剑尾如电劈破了空气，直奔我脑袋。我侧身翻滚，剑尾轰然落在我的身旁，将地面劈出一道沟壑，如蛛网般的裂缝蔓延开来。清风一断，我腾空而起，暴涨的青色锋芒。三尾剑蝎王发出痛苦的嘶鸣，剩下2只剑尾纠缠成螺旋状，带着刺耳音爆，直奔我的胸膛。我仓促的旋身横斩，剑锋与剑尾碰撞，炸开细密的火花。三尾剑蝎王的力量太强了，我被砸进岩壁里，碎石混着血沫从嘴里溢出。而这还没完，三尾剑蝎王扑过来，2只纠缠的剑尾分开，一左一右狠狠刺进了我的双肩。我闷哼一声，大股的鲜血顺着嘴角流淌。我缓缓地抬起头，对上了三尾剑蝎王满是暴力的复眼，一人一兽的交锋，看似我落败，但我却忽地笑了。青莲剑清泉酒壶在我身边掠起，清泉酒壶徐徐倾倒，清冽醇香的酒液浇在青莲剑之上。当琥珀色的酒液浸透剑身，本来青芒弥散的青莲剑竟是变得如熔铁般赤红，一朵朵莲花在清风之上盛开，酒液击沸，剑身嗡鸣，这就是九肺剑鸣。三尾剑蝎王感到不妙，他想要收回2只剑尾，但已经太迟了。赤红剑气如血龙出渊，青莲剑身迸发出近乎于血的锋芒，对着2只剑尾顺斩而下。三尾剑蝎王气力丝毫，感受到插在自己双肩的剑尾失去力气。我咬牙挺起身体，握住青莲剑，入手一片滚烫，燃尽最后的魂力。我猛地跃起，手中的剑犹如陨星坠地，由上级下地刺向疯狂后退的三尾剑蝎王，剑刃入肉，2只断尾在地上疯狂扭动。我拄着插入蝎王头颅的剑半跪着，大口大口的喘息。这时，一枚紫色魂环从蝎王尸体上缓缓升腾而起，朱竹清埋头狂奔，在身后5、6米左右，一只剑尾蝎穷追不舍。1分钟，这才过了10秒。朱竹清死死咬紧背齿，光洁的额头沁满了汗珠。一道破空之声蓦地在他身侧响起，他足尖一点，跳到一棵巨树的树杈上。刚才的位置，一只剑尾将地面劈得炸开。朱竹清欠眉一挑，慌忙的继续奔逃。他3千青丝被风吹得乱糟糟，粘在脸颊上，一身黑色劲装也在逃跑的过程中被划出了一道道口子。朱竹清欲哭无泪，从小到大都是养尊处优的他，从没有这么狼狈过。醉清风，你的确欠我一个人情，我付出太大了。朱竹清心里这般想着，拿起手上的竹筒就灌了一口。虽然不明白为什么醉清风让他逃跑的时候喝酒，但他还是照做了。而在酒液入喉的瞬间，温和却又雄浑的能量在他体内蔓延开来，本来还有些酸软的双腿一下子就恢复了活力，甚至连体内的魂力都沸腾了起来。朱竹清瞪圆美眸，惊疑地看着手里的竹筒，他跳到一块巨石上，再次躲过了剑尾的袭击，然后又试着灌了口酒，和刚才一样的舒畅流遍全身。他的速度猛地快了3分，瞬间把身后的剑尾蝎拉开了数米。好久好久，朱竹清晕红着脸，怪不得醉清风那个家伙酒不离手，原来他的酒这么好啊。就这样，时不时地灌一口酒，朱竹清虽然还被剑尾蝎们撵着跑，但却变得游刃有余了起来。直到2只千年剑尾蝎加入了追逐的行列中，该死！余光看着快速逼近的2只千年剑尾蝎，朱竹清晕红的脸都泛白了。千年剑尾蝎从哪冒出来的？他们不是去觅食了吗？朱竹清惊慌的一口口喝酒，可很快竹筒里的酒就见底。这时2只千年剑尾蝎竟是弹跳起来，直接出现在了他的前面，挡住了路。一只剑尾蝎嘶鸣着将朱竹清团团包围，朱竹清退无可退，彻底慌了。他到底还只是个10几岁的少女，如今近距离的看到这么多狰狞的剑尾蝎，他眼眶逐渐泛红。一只千年剑尾蝎朝他冲来，力竭的朱竹清根本来不及躲闪，只能绝望的闭上双眼。醉清风，已经过1分钟了，你在哪啊？朱竹清绝望的闭上双眼，鼻尖甚至能嗅到剑尾蝎扑来的腥风。然而数息过后，并没有想象中被剑尾蝎袭击的痛苦。朱竹清睫毛轻颤，缓缓地睁开双眸，映入眼帘的便是那件血渍斑驳的白衫。醉清风，朱竹清连忙瞪大美眸，泪眼婆娑地看着我，微微偏头，苍白的面颊扬起一抹笑容。抱歉，竹清姐，晚了几秒。朱竹清上下扫视着我，在看到后者被洞穿的双肩时，他眸光颤抖。醉清风，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，我先解决了这些剑尾蝎再说。我右手拿剑，剑锋抵着眼前这只千年剑尾蝎的剑尾，正好拿你为照。在朱竹清震惊的目光下，2个紫色魂环从我脚下升腾而起。第2魂技3剑芳华，第1魂技清风一短，3剑芳华，下次出剑剑速提升300%，锋芒提升300%。青莲剑上青芒闪耀，莲花烙纹朵朵盛开，一股无匹的锋锐之气喷薄而出。朱竹清都没有看清，只是看到剑光一闪，那只千年剑尾蝎的剑尾就断裂开来，并且这还没完，这一抹青色剑光气势不减，又从数只剑尾蝎的身躯上涤荡而过，才是缓缓消散在了丛林中。看着慌忙逃窜、貌似完好无损的剑尾蝎们，朱竹清苍白的俏脸上闪过一丝疑惑。然而下一秒，朱竹清瞳孔骤然缩紧，那几只剑尾蝎突然从中间一断为2，大股的绿血混合着脏气洒落一地，他们又向前爬了几步，才倒在地上没了声息。朱竹清艰涩的咽了口水，醉清风，你真的得到了3尾剑蝎王的魂环。我的剑变得更恐怖了，那种锋芒与速度让人感到毛骨悚然。我突然半跪下来，手握着剑柄，拄着地面。醉清风，你怎么了？朱竹清面色一变，连忙上前搀扶我，他的手碰到我胳膊的瞬间，一片温热的黏意。这时朱竹清才发觉我受伤太重，双肩的穿透伤崩开，浑身的皮肤都是被魂力撑裂的伤口，鲜血犹如溪流般涓涓流淌。朱竹清颤抖着手，慌乱地捂着我的伤口，他视线变得朦胧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他知道3头剑尾蝎有多恐怖，而面前倒在他怀里的少女，只用了1分钟就将
其杀死，并且吸收了魂环。朱竹清能够想象得到我会有多么拼命，只为了完成和他的1分钟之约。血太多了，怎么捂都捂不住。醉清风，你不要笑我！我费力的睁开眼，哭什么？我又没死。竹清姐，扶我离开。朱竹清破涕为笑。星斗大森林外围，温暖的篝火照亮方圆3米。静谧的月夜下，少年少女围着篝火而坐。我时不时灌一口酒，懒散的翻动着串在树枝上的烤鱼，油脂滴落下来，发出滋啦的声响，焦香味四溢弥漫。朱竹清在烤鱼，他明显没做过这种事，鱼被他烤得极不均匀，有些地方都黑了，但有的还没熟。朱竹清小脸泛红，不知道是篝火照的，还是不太好意思。醉清风，你的伤没事了吧？我点点头，喝了2口酒已经结痂了。朱竹清喝过我的酒，知道酒的效果，不过酒是我第2武魂，朱竹清还是不知道的。朱竹清咂咂小嘴，直勾勾地盯着我的酒壶，我顿觉好笑，把酒壶扔了过去。朱竹清有点不好意思嘴对嘴，可看到我坦荡，他只能是红着脸对着壶嘴喝了一口。醉清风，你的酒真好喝，酒气涌脸。朱竹清小脸更红了，他对着我扬起嘴角，一向清冷的少女此刻看起来竟然有点甜。我摇头笑道，你个小姑娘还会品酒，别瞧不起人，跟你多大事？朱竹清当着我的面翻起自己纤腰上的腰带，在我惊异的目光下，朱竹清竟是掏出一个寸长的娟秀小瓶，这是我的酒，你还真喝酒啊？我这个老酒痴，看到酒就想尝尝，给我喝口你的。朱竹清把酒抛过去，我接住后迫不及待地掀开瓶子，仰头就灌了一口。朱竹清张了张嘴，这个小酒瓶是陪了他好几年的贴身之物，他这么喝，他们不又间接接吻吗？可看到我喝都喝完了，他只能是带着羞意问我的酒好喝吗？我打了个酒嗝，连连点头，不错不错，这个是果酒吧，绵柔悠长。我咂嘴品了2下，竟还带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花香。朱竹清俏脸滚烫的低下了头，什么花香啊？哪里有花香啊？那是他长时间对嘴喝酒留下的味道。我并没有察觉到朱竹清的异样，我晃了晃酒壶，说起来，竹清姐，看你气质不凡，想必不是什么平凡人家，你怎么还喝酒呢？有什么烦心事借酒消愁？闻言，朱竹清眨了眨眼，他双手抱住膝盖，看着篝火怔怔出神。是啊，他有什么烦恼呢？出生在贵族门庭朱家，一生下来便和星罗皇子结了亲，看起来人生一片坦途，为什么会有烦恼呢？朱竹清扬起天鹅颈，灌了口我的酒，他只不过是不甘于命运罢了。什么狗屁星罗皇子，他见都没有见过，他不想嫁。看着面露哀伤的少女，我想了想，笑道：竹清姐，我说过了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若是未来你有需要，我醉清风一定帮你。朱竹清抬起美眸，看着我脸上的认真，莞尔一笑，美得惊心动魄。好，朱竹清俏脸酡红着低头，我摇摇只剩一口的纤细酒壶，酒不错，就是少了点。我清泉酒壶里的酒纵然香醇，但偶尔换个口味也是很不错的。泛着花香的酒液入喉，我脑海里蓦地灵光闪过，竹清姐，把我的酒给我。朱竹清疑惑地看着兴奋起来的我，他把清泉酒壶递过去，我一手拿着清泉酒壶，一手拿着朱竹清的酒。如果我把别的酒倒进清泉酒壶里会怎么样？酒之武魂汇集百家所长，变得更加香醇吗？我眸光闪烁，在我的计划里，酒之武魂的魂环至少要配加万年年限，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掘第2武魂的天赋。但这样却有点拖沓。剑与酒本该相辅相成，可青莲剑的进步速度太快，酒之武魂迟早会跟不上，所以我就想着能不能找到一个方法，在不消耗酒之武魂的潜力下，令其效果变得强大起来。试一试，我把朱竹清的酒倒入清泉酒壶，在我们震惊的目光中，清泉酒壶的表面竟是亮起朦胧的光芒。那壶身之上，初始只有一汪清泉，现在却是一笔一画出现了刮骨的烙印，壶口涌出白雾，一股沁人心脾的酒香飘散了出来。我舔舔嘴唇，闻着这股酒香，口水都要流出来。我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，琥珀色的酒液滑入喉间，先是舌尖品尝到杏子的微甜，继而化作一缕香醇的热流滚入胸膛，雄厚的能量在体内蔓延开来。我没有召唤青莲剑，但冥冥中青莲剑却躁动不止，在我眉心处隐现一枚剑状烙印。在吸收了3尾剑蝎王的魂环后，我的魂力已经来到了21级顶峰。这一口美酒下肚，我的魂力冲破至5，直接来到了22级。我长出一口气，仅仅只是酒气，就让的篝火猛地激烈3分。好久好久。朱竹清惊疑地看着我，强大不止一筹的气息，你魂力等级提升了。我仰头又灌了口酒，我清俊的面庞浮现出极大满足。这酒融合了醇香与果香，就是可惜没有花香。能不能先不提花香了？看着醉清风的样子，朱竹清被弄得酒虫都出来。他咂咂红唇，醉清风，你可以让我喝一口吗？给我递去酒壶。朱竹清接过来后，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，一口浊酒入肚，热流在身体里炸开。朱竹清小脸立马飘上2抹火红，双眸蒙着一层水雾，目光都迷离了。好好酒，我放声大笑。2种酒的结合，让酒劲大上许久，连我这个酒痴儿都感到微微灼热。可以预见的，以后我酒之武魂融合的美酒越多，酒劲就会越大。迟早有一天我也得醉，醉里舞剑，快哉快哉！我拿过清泉酒壶，一口酒一口肉的大块朵移了起来。醉意朦胧的朱竹清笑容娇憨地盯着我看，他的清冷早被浊酒融化。朱竹清似是想到了什么，醉清风，我要去一所号称只收怪物的学院上学，我觉得没有人比你更适合怪物这个称呼，你跟我去吗？我喝酒的动作一顿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摇头，算了吧，我的性格不适合上学。我知道朱竹清要去史莱克学院上学，而我之所以拒绝，除了不想受学院管教外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史莱克学院并不能让我变得强大。魂环的配我有自己的规划，那个什么大师我一点都瞧不上。至于是不是还有躲宁荣荣的原因，对于我来说，宁荣荣都赶不上面前的考兔，只是一位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罢。虽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但听到我拒绝，朱竹清还是眸光一暗。他想了想，那醉清风，你以后要去哪？去做什么？我嚼着嘴里的烤兔，仰头望着天上明月。我要喝遍大陆最香醇的酒，挑战最厉害的剑客。我仰头灌酒，酒液顺着嘴角肆意流淌，让此时的少年越加狂浪不羁。我要把全大陆的美酒都装进我的酒壶里，世间佳酿3000戒，净化流霞入我壶。我还要创造属于我醉清风自己的剑术，十不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
境，这就是我的人生理想，离不开剑与酒，酒之武魂。我找到强大的方法，而除此之外，我也意识到自己在剑术上的造诣还远远不够，只会一招清风一段，手段实在太少。至于三剑芳华，则是增幅类的剑技，我不会只等待着修炼魂力，获取魂环技能，那是庸才。纵观斗罗大陆，那些强大的存在都不只是有魂环技能，比如唐三从前世带来的唐门绝学，再比如昊天宗有史锤的乱披风锤法。我还知道，被誉为大陆第一剑客的陈星，也有一套独属于自己的剑术，精彩精彩！但我醉清风不弱于人，必将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剑术。朱竹清呆怔地看着在月光下狂饮的醉清风，心儿不争气的加速跳动。好奇怪，明明酒都醒了，可他却好像更醉了。醉清风，朱竹清突然开口，我看向朱竹清，别忘了你说的话，以后我若是找你，你会来帮我，那是自然。翌日清晨，我和朱竹清离开星斗大森林，走在去往天斗帝国的官道上。约莫半个时辰后，在一条分岔道上，两人就要分开了。朱竹清的目的地是史莱克学院，位于天斗帝国下属的巴拉克王国，一座名为索托城的小村庄里。而我要去天斗皇城，我想着繁华的地段会有美酒。竹清姐，一路顺风。我笑着向朱竹清告别，我的年纪和朱竹清一样，最多就是大上几个月，叫竹清姐更像是一种调侃的亲昵称呼。朱竹清开始时还抗拒，现在也习惯了。看着衣衫褴褛但却丝毫不减潇洒不羁的少年醉清风，你说紫色更有韵味是吗？我面露疑惑，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我在和朱竹清初次相遇的时候，他问我为什么第一魂环就是紫色，我胡诌了一句，因为紫色很有韵味。没想到只是一句随心之言，朱竹清竟然还记得。我刚想说自己是胡诌的，竹清姐不用在意，可朱竹清却是继续道：下次见面，我穿紫色衣裳给你看，告辞。说罢看都不看我的反应，他转过身逃也似的快步离去，可能是走得太急了，他还崴了下脚。我目力极好的看到朱竹清白腻的天鹅颈都红了，告辞竹清姐。我唇角挑起，哼着小调向另一条道横去。我没有离别的多愁善感，因为我知道有缘还会再见。星斗大森林距离天斗城约莫800公里，途经法斯诺行省巴伦布城落日森林，在距离星斗大森林最近的城市波兰城。我拿出猎杀的魂兽皮骨，交换了不少金魂币，买了匹白鬃驹，踏上了旅程，一路连游带玩。半个月后，天斗城终于进入视线，烈日当空，官道尽头出现一道骑着白驹的身影。我勒住缰绳，白驹四蹄扬起漫天尘烟。我灌了口酒，随意抹去额头上的汗珠，看着数百米外犹如巨兽一般匍匐在地平线上的雄伟城池，即使相隔数百米，可我依旧能看到阳光如金箔般铺展在朱红城墙上，护城河里倒映着鎏金墙角，可谓是极为瑰美华丽，任谁见了都得感叹一句：好一座繁华的城池！希望这天斗皇城里能有入我眼的美酒吧。这一路上，我品尝了沿途所有城市的酒，但可惜没有一种酒有资格灌进我的清泉酒壶里。牵着白鬃驹，我来到了城墙脚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进入皇城是要交费的。不过在我展露了22级魂力气息后，守卫立马恭敬地将我送进了城里。22级魂力不算什么，但这么年轻可就不一样了。我对热情的守卫笑着摆摆手，心里觉得有点遗憾。小说里不是都说进城门的时候会被比试找麻烦吗？我这怎么不一样了？带着玩笑心思，我进入了天斗城。一踏进城里，喧闹与繁华就闯入了我的眼。朱雀大街两侧栽种的银杏簌簌摇落茎叶，来来往往的行人在街道两边的各种商铺前驻足讨价。不远处，茶肆面馆蒸腾的水雾氤氲了那一片地方。另一边，青山说书人金堂木落下，拱手笑着让客人们赏钱。还有石桥下，一艘画舫缓缓游过，上面有富家子弟饮酒作乐。好地方，我一路走一路瞧，心情越发舒畅。我就寻到了天斗皇城最好的酒楼善香坊，据说这是天斗帝都赫赫有名的顶级食坊，里面玉盘珍馐应有尽有。面生啊，这位小爷！迎客的店小二远远看到我，立马把白布搭在肩膀上，满脸笑容的迎上来。小爷把马给小的就行了，保证喂得饱饱的。店小二主动拿过缰绳，交给一旁的小厮，然后微侧着身给我领路。小爷，见您面生，对咱这儿可是不熟悉啊，用不用小的给您介绍介绍？我笑盈盈地打量着这座酒楼，里面雕梁画栋，假山流水，当真是讲究到了极点。外城来的，把你们这儿的特色都端上来，再给我打2壶最好最烈的酒。好嘞，店小二并没有因为这少年的衣着打扮就心生轻视，干这行多少年了，来来往往阅人无数。这少年虽说衣衫褴褛，但却气质洒脱，谋采自信，定是个内有灵秀之人。小爷是雅间还是大堂？大堂吧，热闹些。好嘞，店小二喊了一嗓子，和我打了声招呼就要离开。我从怀里掏了一枚金魂币，放到店小二的手里。店小二眼睛一亮，谢谢。而就在我抵达天斗皇城的时候，朱竹清也终于来到了史莱克学院。说是学院，但却是建在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村子里，村外围着一圈篱笆，村口三三两两的聚了一些人。朱竹清倩眉微蹙，冰冷的小脸闪过一丝错愕，这史莱克学院是不是太简陋了？前面似乎是发生了骚乱，有个少年在交了10枚金魂币报名后，被告知不符合要求，并且不退报名费。少年和其父亲愤怒的抗议。这时，有一个年纪大些的金发少年走出来，释放2个100年1个1000年的魂环。这般年纪，这种魂环配置，让的排队的人惊呼出声。澎湃的魂力对着那对父子施压，让他们不得不屈服。人群中的朱竹清美眸深处闪过一丝厌恶，这种以强凌弱之人和醉清风一比，简直就是天与地的差距。他看都不看这个金发少年，目光随意地扫向排队的人群。在他前面有个黑发少年和些伪便少女结伴。此时，一个白裙短发的美丽少女正在测试。这个美丽少女似乎引起了老者的注意。你来这里，你家里人知道吗？白裙少女的声音清澈动听，都说有教无类，只要我符合要求，你们就没有理由不收我。白裙少女说话时，先前那个展示出3个魂环的金发少年紧紧地盯着她看，露出狼视的目光。朱竹清跟随着队伍，马上就要轮到他测试了。可就在这时，那个3魂环金发少年竟又贪婪地看向了他，而金发少年的目光引得别人纷纷朝他看了过来。黑发少年是一种打量的眼神，接着身旁的蝎子便
女孩，就狠狠掐了黑发少年一下。朱竹清俏脸冷冽，他对这个学院的印象很差，无论是学院本身还是这些学生。后续测试按部就班的进行，通过谈话，朱竹清得知黑发少年名为唐三，蝎子变女生叫做小五，那个引起老师关注的少女叫宁荣荣，还有那金发少年名叫戴沐白。朱竹清蹙眉蹙起，他知道这个戴沐白是谁了，不知道醉清风到哪了？他找到美酒了吗？一定又喝得恣意畅快。戴沐白的出现没有在朱竹清心里掀起丝毫波澜，他在想着那个潇洒不羁的白山少女，若是此时醉清风在他身边，一定不会这么无聊。一行人向着下一个考核点走去，朱竹清独自一人走在最后。这时一阵香风飘来，白裙少女走过来，向他伸出手：“你叫朱竹清对吗？我叫宁荣荣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朱竹清和他握了下手。“你好。”宁荣荣有点尴尬，但还是笑盈盈的找着话题。他们前面之前就认识的戴沐白、唐三、小五在聊天。唐三笑了：“你刚才看什么呢？又想祸害人家女孩子吗？”戴沐白抹撒着下巴，斜眸微微闪烁：“我感觉那个朱竹清的气息很亲近。”小五啐了一口：“什么气息亲近？好色说的那么好听。”戴沐白脸上流露出一丝尴尬，但还是自信满满的：“反正那个朱竹清我看上，说什么我也要把他拿下。”就快到下一个考核点了。这个时候，一个软绵绵的声音响起：“卖香肠了，卖香肠了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奥斯卡牌香肠，5铜币一个。”朱竹清宁荣荣疑惑的看过去，就看到一个满嘴络腮胡、长着桃花眼的大汉正在叫卖。前面唐三要给小五买香肠，宁荣荣问朱竹清：“竹清你吃吗？”朱竹清摇头：“那好吧，我也不吃了。”唐三去买香肠，戴沐白却是连忙阻止，并对着络腮胡大汉呵斥：“奥斯卡，你真给学院丢人！我不止一次警告过，不要在学院里面卖香肠。”几人都感到疑惑。戴沐白继续道：“你们别被他的外表骗，他叫奥斯卡，年龄14岁，也是史莱克学院的学生。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吃他的香肠？奥斯卡，你弄根新香肠出来。”奥斯卡看了看面前的几个漂亮女孩，无奈的伸出右手，扭捏的猥琐道：“老子有根大香肠。”戴沐白面露嫌弃，唐三的表情变得愤怒，这香肠可是要给小五吃的，实在太有歧义了。小五有些疑惑，朱竹清、宁荣荣也感到不解。唐三低声解释了一句，小五俏脸涨得一片通红。宁荣荣蹙眉看了眼奥斯卡，从小受到贵族教育的他，很难想象怎么会有这般猥琐的浑事，恶心。朱竹清更是直接骂出了声，这就是号称只收怪物的史莱克学院，果然是怪兽，一个赛一个的猥琐龌龊。朱竹清现在越发想念醉清风了，他甚至想离开史莱克，跟随醉清风游历大陆，可惜那是适合醉清风的路，他不能去打扰，他要靠自己变得强大，这样未来与醉清风重逢，他才能昂首挺胸地站在醉清风面前。宁荣荣看到朱竹清愣了神，好奇地问道：“你想什么呢？”“在想我的一个朋友。”宁荣荣凑近朱竹清的俏脸：“男的女的？”话都未说完，朱竹清就是坦荡地回答：“男的。”宁荣荣倩眉挑起，脸颊满是暧昧的笑意，但就在这时，他脑海里忽地闪过一个白山少年孤傲的背影。宁荣荣心慌意乱了，我为什么会想起他？他早已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撇去脑海里纷杂的念头，宁荣荣看向朱竹清：“我很好奇，能让你牵挂的少年天骄是什么样子？以后可要让我看看。”朱竹清点头。天斗城善香坊，我迫不及待地端起酒壶，仰头灌了一大口。我咂了咂嘴，剑眉微微皱起，怎么说呢？差点意思。酒虽然够烈，但却不够香，过于浑浊了。别说自己的酒，相比朱竹清的酒都有所不如。说起来，我也是和朱竹清分开后才知道，原来朱竹清的酒是他家珍藏了100来年的女儿红。朱竹清提前把女儿红喝了，表示他对政治婚姻的抗拒。我叹了口气，酒不好喝，连菜都没了滋味。小二，店小二脚下生风，来到我面前，小爷您吩咐，这天斗皇城可有比你家更好的酒？店小二面露为难之色，他哪敢说自家酒楼的酒差？若是搁别人，即使是达官显贵，他都得私下给个白眼。但这位小爷可是给了咱1枚金魂币的。左右看了看，确定没人注意到这边。店小二弯腰用搭肩布擦桌子，不瞒小爷，天斗城比善事坊好的酒有不少，但那都是皇室特供之物啊。小的听闻，皇室最好的酒名为瑶光酿，据传这种酒的原料是垂落人间的星光与草木尖端的露水交融，故此得名。小的还听到说书人讲，瑶光飞酒是叶琼漏下的一阙诗。我离开善事坊的时候，嘴里还喃喃着瑶光酿。对于一个酒痴儿来说，知道有一种美酒玄妙神奇，但没办法品尝，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。皇室之物啊，甚至店小二讲，连皇室里的瑶光酿都极为稀缺，一年只能产出3小罐，须得每年的开国大典才会拿出，徐徐图之吧。反正天斗城风景秀美，在这里住一段时间也不枉来此一遭。接下来我租了一个小庭院，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我脑海里反复想着瑶光飞酒是叶琼漏下的一阙诗。我想象出了夜幕下星光流转，如水倾落，而青莲剑就浸泡在星光里。我呆怔当场，我的眉心之上，青莲剑烙印闪烁不定。自创剑术的第一招，我好像有眉目。剑是什么？第一达，气之剑，剑指凶兵也。剑是开双刃的冷铁，生而为杀。我反手握住剑，剑光骤然在庭院里闪逝，冷冽的剑光映出我冰冷的眼眸。一只空中的蚊虫从中一断为2。第二达，心之剑，剑即是我，我即是剑。剑非铁器，是意志的延伸，剑锋所指即心之所向。我重新将青莲剑横放在膝上，伴随着我的呼吸，青莲剑也在有节律的闪烁微光。我与青莲剑同呼吸，剑成了我的骨血。第三达，天之剑，剑裁天光，人道天机。剑有3境，下剑斩人，中剑斩己，上剑斩业。高明的剑客，以剑为笔，以天地为帛。一剑出，星河倒悬；一剑收，万籁俱寂。那我这一式剑招是什么？我提剑站起，缓缓闭眼，冰凉的星光在脉络里奔涌，剑脊上凝结出细碎的霜花。握剑的手在颤抖，不是恐怖，而是某种即将破土而出的战力。臂展如弓，剑走似虹。我抬起剑，刹那间绞碎周身3丈夜色，但见剑痕承载星光，所过之处空气嘶鸣，竟有细雪般的星辰簌簌飘落。这一剑招是我盗来的一缕天意。我收拾phủ剑低语，我自创青莲剑歌的第一剑就叫瑶光。
光，也取人命也到天光。只可惜才成了半招，看着方圆10步内的草叶都附上了一层晶亮的星霜，我呼了口气。瑶光酿尚未入肚，终究是体会不到星光的滋味，所以我这一招瑶光还有完善的空间。等到我喝到瑶光酿，就是我9只武魂进化与完成第1式剑招之时。一夜无话，睡梦中我梦到自己喝到了瑶光酿，我在星光下狂饮，一剑横扫而出，星辰都在摇曳。